这可能是我经历过最魔幻的旅行体验。去年2月，我们去了巴基斯坦旅行。这趟旅程我们有个目标，就是想尝试一下实弹射击。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们司机老哥后，他居然把我们拉到游乐场去打气球。那一刻确实有点无语，不知道他是真的没听懂，还是在装傻。没想到当晚我们就在伊斯兰堡的街头碰到一个主动搭讪的巴铁小伙，我们在这称他为富二代。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当他问我来巴基斯坦想玩什么，我们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。结果他立马就给我们发来了几张照片，表示他家里有的东西除了枪就是钱，还跟我们炫耀了一波他连剪指甲都有专人帮忙。在他的强烈邀请下，我们决定前往这个传说中的10大恐怖之城白沙瓦。司机老哥他不放心我们独自前往，所以决定开车送我们去白沙瓦。当我们去到富二代家之后，他的私人保镖把枪和子弹一把把的拿出来给我们轮番参观。第一次看见这种阵仗的我们，拿起来就是一顿咔咔狂拍。富二代还故作神秘地说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个更加斩劲的节目。他开着他的武装奔驰直奔阿富汗的边境。当在车里他听到我们讲粤语后，还贴心地给我们放了一首杨千嬅的歌。我们就这样听着歌，看着窗外的房子慢慢变成成片的坟墓和废墟，这都是10几年前被恐怖分子用炸弹洗劫过的地方。就在此刻，2辆车快速从我们身后超过去，车里的人把枪伸出窗外指向天空。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只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画面出现在了我面前。我当时紧张地问了富二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，他淡定地回答这都是他的 danger friends。 就这样我们3辆车驶入了一座被围墙围住的房子里，另外2辆车下来了几个穿黑袍手持长枪的大哥，他把我们带到房子后面的空地，指了指远处的坟墓，就这么把枪上膛递给我们，让我们朝着前面开枪。当我用颤抖的手开了人生第一枪之后，原本的惊慌变成了一种狂热。我们就这样体验了一次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魔幻经历。在临走前，他们才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此刻我们身处的地方是当年巴塔的基地，土泊上面那一个个洞就是当年藏身的地方。在回伊斯兰堡的路上，一直在陪伴保护我们的司机老哥才松了一口气地说，他手心不断地在冒汗，担心那群人绑架我们。其实司机老哥他身上一直带着手枪，只不过一开始不想给我们接触，所以在那里装傻。在我们离开巴基斯坦前，他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，枪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和平才是。其实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富二代小哥和那群危险的朋友是什么身份，但我们依然还有联系。直到最近他给我们发了一张请帖，说不定之后我们会再度探访这个神奇的国度。